巡演首站開唱前3分鐘，他摘下了我的耳返。今晚主推姜婉棠，你別壓他的聲。那束追光本是我的。3年前，沒人聽回我們的歌。我在地鐵通道唱到嗓子出血，才換來第一批觀眾。別急，我跟着你。歡呼聲像海浪，拍在後台薄薄的門板上。他們悄悄調低了我的麥，熟練的根本不像臨時決定。我的耳返呢？聽熙姐，對不起，我第一次上萬人場怕慌，他們讓你幫我墊一下。墊一下？馬上上台，臨時改耳返。你現場穩，不用耳返也能唱。姐，還是你站中間，我怕唱砸。別有壓力，公司安排好了。長夜未止，那是我寫的歌，也是木西第一次被人拍上網的歌。沈聽熙，總有一天，這首歌會在萬人場唱。我信了，信了3年。木西準備，倒計時1分鐘。別鬧，今晚很重要。他篤定我會退，像過去每一次一樣。那個動作，我見過很多次。別怕，你開口，剩下的我們都跟。我站在最右側，追光沒有照過來，我的聲音被舞台吞掉了。他聽出來了。我站在追光邊緣，握着一支安靜的話筒。我聽不見自己的聲音，台下也聽不見，可我還得張嘴。別毀了今晚。3年前，地鐵通道裡第一個給我們投硬幣的小姑娘問我：“姐，你們樂隊叫什麼？”叫木西吧，暮色會過去，夕光總會來。現在暮色真的過去了，被光照着的人卻不是我。第一首結束後的30秒換場，是我們排練過最熟的空隙。你麥沒聲。我知道。第2首前奏響起，風眼。風眼寫的是我們被酒吧老闆趕出來，站在後巷分一盒涼掉的盒飯，180塊，4個人。風吹過來的地方，沒人替我低頭。就這句，寫下來。後來風眼成了木西第一首破100萬播放的歌，粉絲說聽到這首歌就覺得我們是一起從泥地裡爬出來的人。風吹過來的地方，不是他唱的不好，是因為很多老粉都知道這句從來是我唱。原來站在舞台邊緣真的會看不清觀眾，燈牌、手法、臉全都散成晃動的光斑。我以前總轉在中間，以為中間是因為我適合，現在才知道中間是誰都可以站的，只要有人願意把它推上去。新歌，台下甚至有人開始喊他的名字，那是粉絲送我的應援物。首演前，後援會托工作人員送進舞台，說希望我能帶着他唱《長夜未止》，我沒拿到，原來在他手上。巡演首站特意設計的互動環節，大屏幕放我們從地鐵通道到萬人場的舊照片。原本彩排時，第一張是我蹲在地鐵口寫歌詞。很多人都知道，木西一路走來不容易，今晚也是姜婉棠第一次正式站上巡演舞台。她加入以後，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東西。我的話筒開着，可沒人問我。第一次唱《長夜未止》，壓力大嗎？很大，因為這是木西很重要的歌，聽熙姐教了我很多遍，我真的很感謝她，她學得很快。謝謝姐。那是我們給老粉的約定，每次重要演出，我都會清唱第一段。今晚被劃掉了，品牌方、平台、公司、粉絲站，他的花堆滿了，沒有名字的那束是我的。誰調的麥？首站已經結束了，先別吵。他半場沒聲兒，你讓我別吵。設備問題，梁姐已經去問了。設備問題只壞我的麥。都辛苦了，準備一下，媒體等着呢。外面100多家媒体，你想在首站後台鬧？听熙，你今晚少說一點。你嗓子狀態不好，剛才幾個高音沒出來，媒體要是問，就說感冒了。他把我的麥關了，現在卻要我承認是我唱不出來。
梁姐，其實聽喜姐，听熙，就今晚，首战不能出負面。如果我不呢？你想讓這麼多人這幾個月的努力都白費？以前我們沒錢租排練室，4個人擠在城郊倉庫裡練到凌晨。冬天冷，玻璃窗漏風。聽熙，以後我們誰都不能掉隊。他那時候說的是麼真。木西的各位老師準備了嗎？座位已經排好了，別耽誤時間。他們連我的署名都懶得擦乾淨，只是劃掉。連門牌都換得這麼乾淨。他一直記得我手沒力氣，擰不動瓶蓋。可我台上失聲，他全程沉默，裝作不知情。謝謝。麥的事兒，我不知道。晚唐，首次巡演登台，此刻感受如何？很緊張，也很感動。大家一直照顧我，尤其是聽熙姐，教了我很多。從前開場都是聽熙，今天交給晚唐，有什麼特殊意義？長夜未止，本就是木西的歌。看來木西一直有着獨特的傳承。彥州，你有什麼感想？巡演是新階段、新啟程，晚唐的加入為樂隊注入全新活力。無人提及我的師生，無人提及被掀掉的歌，更無人提起這首歌的開篇是我寫的。這是你們早年在地鐵通道演出的照片吧？照片很糊，但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天，有路人聽完歌，主動問我們有沒有正式作品。那是我們第一次被陌生人認真認可。那時候最難的是什麼？最難的是堅持。我們年少懵懂，僅憑熱血前行。聽熙呢？你當時在寫什麼？寫一首回家的歌。我們居無定所，演出結束，各自回出租屋。我一直覺得，有人等我們返場，才算真正回家。如今萬人場館，也算木西圓滿歸家。真正回家的人，不會被擠到角落。後續有慶功短片，每人錄一句感言。謝謝大家接納我加入這個家。首戰落幕，木西繼續前行，下場見。注意安全，早點休息。說點輕鬆的話。謝謝還記得我聲音的人。給你的燈牌和嗓子茶，先交給我們，放心轉交。你那句話讓梁姐不高興。哪句？別把事情鬧難看，以巡演為重。所以我的開局呢？我等3年的首戰，算誰的開局？你非要這麼計較？他們總讓我別計較，位置要換，署名要模糊，都讓我別計較。因為我最早來，因為我最穩。彥州哥，梁姐叫我拍首戰花絮，聽熙姐，你也一起去吗？他嗓子不舒服，不拍了。讓他休息。姐，你好好休息。你別這麼敏感。我連敏感都要被安排。我去找調音師。別鬧他。你到現在還覺得是鬧？私信只有一段視頻。我像個被靜音的人偶。你別發任何東西。我要發什麼？原來早就換完了。先是新陣容感，我以為只是試試。梁芷說缺席不合適。你先坐下，別喝酒。熱搜上來了。原來不止我記得。他一定會壓熱搜。沈聽熙，出來一下。熱搜你都看見了吧？看見了。公司發聲明，
你嗓不是，保護性降音。保護誰？現在不是抬槓的時候。我在問你保護誰？保護木西，也保護你。團隊，多好用的詞。所以，我老了嗎？別鑽牛角尖兒，你是創作核心，舞台要新鮮感，粉絲才不會疲勞。年輕漂亮是資本，穩就該退讓無聲。聲明按梁姐說的發。你也覺得我該認？這是過渡，不是忍。過渡到什麼時候？過渡到大家習慣他站中間，習慣我無聲。你非要把話說這麼難聽。今晚難聽的是我的話，還是我的麥？它不複雜，第一次上台很難。我說它複雜了嗎？關我麥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知道了。不這麼做，江晚堂撐不住，久戰全受影響。這只手曾護我，如今卻為別人關掉我的麥。那我呢？你最穩。又是這句。我穩，不代表我沒有聲音。常遠樹，關屏。誰剪的？常遠樹，坐下。地鐵照片他在 C 位，你們撿他幹什麼？我不知道這個。你不知道的事兒真多。常遠樹，你也閉嘴！你知道麥的事，還知道什麼？他第一眼看的是江晚桃，怕他難堪。你去哪兒？去找我的聲音。嗓子磨得疼，最疼的卻不是喉嚨。上車。我沒喝酒，能開。別動着嗓子。麥和花絮的事，我真不知道。他的動作好自然，自然到我心口發疼。去哪兒？排練室。現在？我想拿點東西。小沈，今晚不是開演唱會嗎？很久沒人這樣隨手塞東西給我了。你別哭啊。誰哭了？行，沒哭沒哭。牆上是第一版巡演構想，那句話是我寫的。以後我們的舞台誰都不能被關掉。字跡是顧彥洲的，他們早就把我從歌裡移出去。那时候沒人站在誰的陰影裡。喂，你在哪兒？排練室。你去那兒幹什么？拿我的東西。我道歉。花絮改，熱搜處理。他拿走我的一切，只肯還一點點。你還記得白板上寫過什麼嗎？誰都不能被關掉。聽熙，那時候我們還小。是啊，那時候小，才會把一句誓言當真好多年。聽熙姐，等我一下。我先掛了。听熙，別走。從前我會留，現在不會了。這是我們第一支自己買的話筒。你真要走？我只是先把我的聲音拿回來。需要貝斯嗎？我不是替木西問。今晚有空嗎？幹什麼？找個能開麥的地方。我知道一個小劇場，老闆欠我人情。這一次，
沒人能再替我關麥。小沈還練呀？那就唱點高興的。今晚可能高興不起來，能唱出來就行。這句話像釘子，輕輕釘進我胸口。能唱出來就行。你奶奶的！大半夜發消息救命，以為你被追債。嘿嘿，少哥借個台，設備老，監聽雜，台子小，燈不全。沒有升降台大屏，可麥架在等我開口。怕，有點陌生。這地方你來過，不記得了？第一次被酒吧退場後，在這唱過半小時。想起来了，唱完只拿200塊，少哥送了4碗餛飩。你嗓子弱，多吃點。那時候我們擠在一起，連1碗餛飩都捨不得獨享。後來亮到看不清臉，也亮到看不清誰先被擠下去。是聲。以前嫌他收音髒，現在卻安穩收進我的呼吸。長夜未至，別叫醒我。現在暮色暗真的過去了，被光照着的人。這次我的聲音沒有被壓下去，也沒有人把推子往下滑。你奶奶的！你們今晚不是萬人場嗎？再來。來。殘障。別硬撐。他們發聲明了。念。你確定？念。木西首戰圓滿結束，審聽時嗓音疲勞，現場保護性調混音。梁琴讓你10分鐘內轉發。沒問我疼不疼，只讓我轉。你要回嗎？無修音無混響，只有我的原聲，嗓子還在。你要不要唱一場？現在？就現在，回音堂賬號直播，不嫌台小就開唱。我去開門。我不嫌。那票呢？不要票，門口放盒，想給就給。琴盒、硬幣、雨聲，地鐵通道的舊時光。我們聽見了。這下真開麥了。第一首依舊是長夜未止，沈聽熙唱自己的歌。長夜未止，別叫醒我。沒有盛大舞台，我的聲音卻清晰落地。好。從前他總嫌我亂改節奏，如今他默默遷就我。這首歌寫在樂隊最窘迫的時期，我們曾搬設備演出，熬夜等末班車。這首歌本該在萬人首戰將響，卻被臨時劃掉。雖無盛大舞台，卻比所有追光都溫暖真切。我的名字終於為我自己而被吶喊，乾淨純粹，落在我身上。還唱嗎？唱，但我嗓子確實有些疲憊。那你慢慢唱，我們慢慢聽。第3首是未發布的新歌，源自我手機備忘錄的碎片旋律，寫在江晚堂初次加入排練室那天。他聲音單薄，你多帶帶他。那時候我還覺得木西多一個人也挺好，
我耐心待了他3個月，傾囊相視。我以為新人加入能讓樂隊舞台與歌聲更完整。這是新歌嗎？還沒寫完。叫什麼？師生的副歌。我不做解釋，直接唱響副歌。有人把燈調亮，有人把聲關小，有人站在中央，替我說辛苦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听他唱。昨晚台上听不够。袁术，我昨晚没敢听。听戏还唱吗？唱。后半场我不再看手机，專心唱完每一首歌。最後一句，我幾乎是啞着唱完。不多，但都是給你的。對不起。這句道歉太輕，抵不過昨夜所有沉默。你沒有關我的麥，可我聽見了。第一首副高，我就聽出你失聲，全程都心知肚明。採訪時我還以為演出結束就能解決一切。下午彩排，我不去了。你現在缺席，梁錦只會把責任推給聽戲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提前存了昨夜的舞台監聽錄音。我習慣全程錄製鼓組監聽，裡面完整留存你的乾聲。你從頭到尾一直在認真唱。卡片輕薄無形，落在掌心，卻滾燙刺骨。你昨晚為什麼不拿出來？我怕徹底毀了這場巡演。那他呢？你怎麼不怕徹底毀了他？別在我這兒鬧，設備老舊，經不起磕碰。鬆開。謝謝你把卡還給我。聽戲，但你下午必須去彩排，你不去，他們就會造謠你被我挑撥，抹黑我拆隊毀巡演。可我去了，就要繼續給江婉萍伴奏。那就正常打，讓所有人聽明白，缺的從來不是鼓點。有了這張卡，我終於不再空手迎風。沈聽戲，你現在在哪兒？一個能聽見我聲音的地方。別鬧了，你的動態已經影響巡演售票。票不是早就售罄了嗎？退票通道快要被擠爆了。你到底想要什麼？我要下午彩排的原版歌單。什麼？恢復長夜未止開篇，風言主唱段，殘章安己。公開承認首戰刻意壓我麥。沈聽熙，你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嗎？我清楚。你這是逼整個團隊自毀。團隊昨晚關掉我麥的時候，就已經自我毀滅了。去哪兒？去第2站。你還要回去？我要去聽聽，沒有我的木西怎麼唱我的歌。你真不進去？不進。那你來幹什麼？確認一件事。什麼？沒有我，他們還會不會覺得我只是在計較？石漢洲，聽戲今天來嗎？長夜未止開場，江婉棠唱腔緊繃，尾音不穩，樂隊配合失誤，臨時貝斯手影色生硬，打亂鼓點節奏。唱了上千遍的歌，第一次如此違和刺耳。我熟知所有人的演奏習慣，
從前總能精準拉回節奏，如今舞台中心只剩僵硬演唱，無人察覺細節偏差。热搜又爆了，他们真是顛倒黑白。常远树，立刻回场馆。我不回去。临时贝斯身撑不住，回来我就既往不咎。我昨晚做错什么了？你陪沈厅堂去了回音堂，那我反倒觉得很光荣。讲清楚，你的合同还在公司手里。我清楚。那就马上回来。木西承载着他3年心血，他比谁都舍不得，想回就回，为你自己打完这场就好。你真的太让人没办法了。我可以回去，但不是帮你们收拾烂摊子。那你回来做什么？我要亲自看看，他们到底缺了什么。会開嗎？會。等我回來。聽熙，我看見你的車了。是常遠樹的車。都一樣。你清楚，第2站不能崩盤。江晚堂如今狀態很差。遠樹雖歸隊，改動過多極易臨場失誤。所以呢？回來演唱殘章，行嗎？從前這話算彌補，現下只剩應急救場。以什麼身份？木西主唱。海報主唱是晚堂，官宣我抱恙，採訪我僅作詞曲。臨時缺人，我就變回主唱。別在緊要關頭為難我。我從沒有刻意為難，是你們封死所有退路，出事才想起找我。你究竟想要我怎麼做？公開首站舞台的真實經過。不可能。好。曝光會連累公司團隊晚堂整輪巡演盡數受挫。那被無端抹黑的我，又該怎麼辦？我從沒打算讓你遭受非議，但你自始至終沒有出手阻攔。首句演唱平穩，第2句詩聲線開始飄忽不穩，副歌段落空缺高音拖腔，整段旋律驟然失重。我唱不了。1小時後演出開場，我選擇留在場外。隔音擋不住呼聲，潮水般湧向我所在的車旁。今晚最後一首，送給大家。開篇空位留白，這本是我的演唱段落。整管人聲越過阻隔，落在我的耳畔。我本以為傷痛消散，眾人代唱瞬間依舊酸澀。遺憾從不是他留白，是大家終於看見，這裡本該有我。壓不住就撤熱搜，不行立刻補發第3版聲明。聽見了。沈聽熙，我們談談。談什麼？餘下8站，你回來。顧彥舟，那江晚堂怎麼安排？看得出來，你依舊沒有周全方案。聽熙，再給我一點時間。3年時間，已經足夠。遠樹，送我回音堂。你一定要鬧到決裂嗎？從前他攔我保全演出，如今攔我避免散場，錯處盡數歸於我。整場演出我全都聽見了。缺我仍可完成演出，你們只是看清空缺無法填補。這也太多人了。場內容納有限，周邊鋪面全借音箱，裡外同步聽歌。照舊免票，心意隨緣。我嗓子欠佳，怕是唱不長。唱滿半小時足矣。處在燕地打算站崗，我可以登台伴奏嗎？不為木西，只為你的殘章伴奏。進來吧。最後一首是空位，少歌讓我自己決定。回想，是我剛剛在車上寫完的新歌，那是我在車上臨時寫完的旋律，很短，並不完整。新歌？會不會太趕？會，所以你們跟着我。
從前這句話永遠是顧彥洲對我說，現在終於從我口中說出來。謝謝你們來，我們一直在。那今晚先把昨晚沒唱完的還給大家。我沒有用萬人長吐的制式唱腔，也沒有早年硬撐的倔強，只把每一句唱得踏實落地。這場演出不算完美，節奏隨性，收音雜亂。丟人！最後一首是新歌，還沒有寫完，可能會唱錯，大家見諒。錯了也听。那你們別笑話我。有人借我的回聲喊亮自己的名字，不用站在光裡才算被看見。整條街都響了。謝謝。听熙，你還會唱嗎？會。在哪裡？先在這裡。先說好，我這破地方容不下太多人，我們站門口也行。你唱得很好，謝謝。回響很好，還沒寫完，已經非常棒了。從前我會為這句誇獎開心許久，可如今遲到的糖落進冷水，再也化不開了。能讓我們單獨說兩句嗎？不能。沒事。首战的事我知道一部分，梁姐要主推晚唐壓你的聲部，我以為只是弱化一點，讓它突出些，我沒想到他們會把你的獨唱也徹底刪掉。第二站殘章空拍那一刻我才懂，以前台上你替我們補了無數空缺。後面8站巡演你回來吧，不是救場，主唱位還給你，曲目全部復原，我會讓公司公開道歉，承認首戰是團隊失誤。那江晚唐呢？他退回和聲位。你看，位置從來都是你們說了算。什麼意思？從前我以為舞台中心是我的，後來我才明白，那只是你們臨時分配的位置而已。現在你說還給我，本質從來沒變。那你到底想怎麼樣？我不回去了。木西是我們一起熬過所有苦，走到今天。他曾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們共過低谷，享過榮華，那些真心是真的。可他默許我被抹黑，被犧牲也是真的。我可以珍惜從前，但我不敢再把未來的麥克風交給你了。听熙，他很少這樣叫我，沒有安排，沒有催促，只是單純叫我的名字。你回去吧。後面8站怎麼辦？那是你們的巡演，不是我的。這一次，空出來的位置再也不會等我回去了。這一場，我沒有再唱木西的任何一首歌。真行，搞得我跟賣藝團長似的。你本來就是。這裡沒有盛大舞台，沒有光鮮體面，但我們每一個人都站在了屬於自己的位置上。找隔壁棚子借的，樣式普通，夠用就行。喂，換支新話筒嗎？等它徹底壞掉再說。曲目清單小定了，歌名直白得很。不怕旁人揣測，刻意暗諷。我只寫自己的心事，旁人強行聯想，與我無關。這才是你的性子。人滿了，進不來了。我是沈聽熙的經紀人。我們這裡沒有經紀人票。讓他進來吧。後面8站，晚唐退回和聲，恢復你的主唱位。公司會補發首站事件說明，回音堂的演出
公司絕不干涉。然後呢？什麼然後？等風波過去，再慢慢把一切換回去，對嗎？我承認這次處理有問題，但你不能因為一次意外否定整個團隊。這不是一場意外的問題，文件裡寫滿了優厚的條件，資源、站位、分成，樣樣體面。若是放在從前，我會滿心期待，可現在我早已毫無波瀾。沈聽溪，你清楚離開木西意味着什麼嗎？你要一切從零開始。我知道，回音堂的小場子撐不了多久，粉絲只是一時心疼你，熱度遲早散去。沒有公司，沒有資源，沒有巡演體系，單憑幾首歌走不遠。那就撐到撐不住為止。你以前從來不會這麼任性。以前有人關我麥，我也堅持唱完。我一直都在硬撐，只是以前沒人看見而已。你怎麼來了？听溪姐，我能跟你說兩句嗎？回去，現在不是時候。說吧。首戰之前我就知道他們要調低你的聲部，我沒想到會徹底關上你的聲音。梁姐說只是讓我更突出一點，我明明知情卻選擇了默認，因為我想站在舞台中央。這一刻，他終於不再推脫，不再隱瞞，沒有把過錯全推給別人。我剛進木西時，所有人都說你太耀眼，他們勸我聽話懂事，遲早會有屬於我的機會。所以殘張空拍的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站到那個位置，我也接不住你的光。江晚堂，梁姐，我不想再自欺欺人，假裝不知情了。听溪姐，我不是来求你歸隊的，我只是想認認真跟你說一句對不起。我想起他剛來排練室的模樣，我能跟你學氣息嗎？那時候他眼裡就有野心，我一直都知道，舞台之上，人人都想奔赴光亮，野心從不可恥，可追逐光芒，不該以奪走別人的聲音為代價。我聽到了，我沒有說原諒，江晚堂也沒有再追問，只是默默低頭退到一旁。你真的不回去？沈庭和，你一定會後悔的。或許會，但這一次的選擇是我自己親口決定的。沈聽溪，別聊了，你這批觀眾比老闆還難伺候。姐，長夜未止的第一句，還是你唱的最好聽。那就別再搶了。今晚不唱木西的歌，唱你的就行。好，這首歌已經比前2天完整了很多。像以前在木西的舞台上，我們配合過的無數次補救一樣。只是這一次，我不再替任何人遮掩失誤，錯了就是錯了，調整回來，繼續往前走。最後一首，安代。這首歌寫給以前的我，也寫給每一個被迫站在別人安排的位置上，以為那樣才能被聽見的人。我曾經等一束光，等了我的忘了回聲還給山谷。掌聲像一場漫長不絕的回聲。我忽然想起首戰那晚，那束刻意避開我的追光。從前我以為失去舞台的聚光，我就會被黑暗吞沒。可現在我終於還開着，只要我的聲音還在傳遞，就一定會有人聽見我。有個東西，你看看。聲明承認首戰演出存在現場調音安排不當的失誤，公開向觀眾和我道歉。通篇措辭謹慎克制，依舊在淡化問題。網友早已不買賬，有人質問為何會刻意調整主唱失步，有人扒出長夜未止署名被篡改變成團隊創作，還有人把我的原始 demo 和舞台正式款逐帧對比，所有被改動、被消音、被抹除的痕跡全部被扒了出來。這件事還會繼續發酵，木西會一直被輿論管涉焦頭爛額，顧業周或許還會再來找我試圖挽回，但這些糾葛、遺憾和紛爭都不再是屬於我的故事了。聽溪，你以後還會在這裡唱嗎？我反正有空，我也可以。得先交場租。會的。這隻舊話筒陪我唱過地鐵通道、破舊倉庫，也陪我熬過被強行關麥的首戰舞台。往後，它還會陪着我，去往更多屬於我自己的舞台。下周5，還是這裡。那這場巡演叫什麼名字？就叫開麥場。鼓最重，你搬；贝斯箱也不輕，你怎麼不搬？因为我比你來得早，這也算理由？
沈听熙，回来数钱，今晚收的比昨天多1倍。存着交场租。哈哈，你这点钱够交几年了？他不会替我决定唱什么，也不会在我开口时把声音調低，他只是在那裡等着，等我站上去，等我開口。吃什麼？豆漿、油條，再加2個茶葉蛋。你不是不吃茶葉蛋嗎？以前演出前怕嗓子不舒服，怕高音出不來，怕被別人說狀態不好，才不敢吃。現在呢？招牌上的字已經掉了漆，可我覺得那是我見過最亮的招牌。現在演出結束了，想吃什麼就吃什麼。現在我的身後沒有萬人場，沒有追光，沒有那個會隨時被人關掉的麥，只有老街的石板路、早餐鋪的熱氣和2個跟在後面拌嘴的隊友。茶葉蛋幫我帶一個。你自己不會買？我搬鼓搬累了。你不是說你也可以嗎？可以歸可以，累歸累。我的聲音還在，我的名字還在，下一次開口由我自己決定。開賣場第1個月的最後一場，每週5晚雷打不動，人越來越多，少哥的椅子快不夠用了。我不用站在光裡才算被看見。可我心裡清楚，開賣場不賣票，收入全靠門口的隨緣香。1個月算下來，連付舒哥的電費都夠嗆。這週比上週少了30%。要不我們做張專輯吧，錄幾首歌掛網上賣。錄音棚1小時多少錢你知道嗎？湊唄。沒有公司抬頭，沒有商業計劃書，只有幾行字。野生？沒聽過，該不會是騙子吧？不干涉，隨時可以去。這3個詞比我這一整年聽到的任何承諾都輕，也比我聽到的任何承諾都重。我給野生回了信，週6去錄製 demo， 算是一個新開始。聽熙，你快看這個。下週5他們舉辦告別演出，你打算去嗎？週6的計劃還未到來，木西卻率先解散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站在空舞台上，腦子裡全是舊排練室白板上那行字，誰都不能被關掉。可最後關掉他的是他們自己。我想寫點什麼，一個字也沒寫出來。你去嗎？我沒回答，但那天晚上我去了舊排練室樓下，燈亮着，隔着窗戶聽見他在彈殘章，一遍又一遍。我沒有上去。告別演出的那天晚上，我還是來了，沒告訴任何人，沒去後台，只是站在最後一排，像一個普通的觀眾。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我，也許看見了，也許沒有。演出還沒開始，我已經在想，等結束的時候，我該怎麼離開。告別演出開始了，沒有姜晚堂，沒有梁吉，沒有樂隊，只有他一個人，一把吉他。第一句又空了。長夜未至，別叫醒我。我站在最後一排的黑暗裡，看着台上那個熟悉的人。我想起他遞給我擰開瓶蓋的水，想起他說別怕，你開口，剩下的我們都跟。想起他說誰都不能被關掉，也想起他說你最穩。以前在台上走笑了，我一個眼神就能把他拉回來。現在我只能看着。我可以唱，我知道只要我開口，這一整場的人都會聽見，但我沒有。他的眼眶是紅的，我不知道是因為唱了整場，還是因為別的什麼。他想說什麼？對不起，再見，還是你最穩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了。這一次空出來的位置，我不想再填了。告別演出的第2天，我沒有再去想那扇門。週6下午，我去了野生，沒有告訴長遠樹，也沒有告訴池岸洲，就自己去了。沈聽師，我是林野，野生的主理人，終於見到你了。謝謝你們願意讓我來。你的回響和聲帶現場版我聽了10幾遍，寫得太好了。但如果你想錄 demo，我只有一個建議，不要只唱反抗。什麼意思？你的歌裡全是對抗，對抗被關麥，對抗被換掉，對抗被遺忘，這些很重要。但除了這些，你是誰？進去試試吧，先錄回響。有人借我的回聲，喊亮自己的名字。听熙，停一下，你太用力了，像是在跟誰吵架。他說的對，我太想證明了，證明我有聲音，證明我能唱，證明我不是被靜音的那個人。休息5分鐘，要不你試試聲帶。你知道嗎？我第一次聽你的現場，最打動我的不是回響，是你那天清唱的雨後排練室。那首歌裡沒有憤怒，只有回憶。你坐在回音堂的高腳凳上慢慢唱，那才是我覺得這個人會發光的時刻。那我再試一次。不錄伴奏了，就清唱，無伴奏，就你一個人。
個人一碗麵，誰也沒嫌夠。你說以後誰都不能掉隊。這一段留着。這一段才是你。從野生回來第3天，林野把那段清唱发給了我，我听了10幾遍，都不唱出來，是挖出来的。喂，听熙，是我，梁平。梁冰，這個名字已經很久沒有出現在我的來電顯示上了。有事？明天下午3點，雲嵐咖啡廳，我們見一面，聊點正事，不是壞事。聊什麼？來了你就知道了，不會讓你白跑。誰？梁景。他想幹嘛？又來勸你回去？不知道，但他語氣變了，以前是命令，這次是商量，但商量比命令更讓人警覺，因為商量意味着他有求於我。好久不見，你狀態比我想的好。直接說是吧？公司最近在做木西 IP 開發計劃，經典歌曲重新發行，數字專輯周邊還有翻唱計劃。你寫的那些歌，長夜未止、風眼、殘章是核心資產。所以呢，公司想買斷這幾首歌的獨家授權，不是署名權，是授權。以後翻唱、商用、平台分發，統一由公司代理。7位數。可7個叔叔幫我還清錢，夠我在城裡租一間衣架拍，貼在我寫的每一句歌詞上。獨家授權，意思是我自己唱也要經過你們同意。聽熙，這是行業慣例，你把歌交給公司運營，公司幫你推。如果省心我不同意呢？那公司手向其他創作者重新編曲、重新翻唱。你知道的，改編翻唱還是木需要原同意。所以你今天來，改編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我不簽。听熙，你別衝動，這筆錢夠你在回音堂唱3年。那就在回音堂唱3年。你會後悔的。這句話他說過2次了，第一次是在首站的露台上，我如論下現在。這次冠冕時我還在回音堂的事。你看，你的名字呢？他們把你名字刪了，署名改成木西團隊，那不是你一個人的歌嗎？梁枕的動作比我想得快，詞曲欄沒有我的名字，只有4個字：木西團隊。我還沒說什麼，開賣場的粉絲先動了。聽熙，他們不能這樣，那是你寫的歌。我知道，以前遇到這種事兒我會憤怒，現在不憤怒了，只是看清了一些東西。律師我找好了，告他们。不告。不告，他們把你名字都抹了。讓他們唱。聽熙，你認真的？唱得越響，大家越知道原版是誰的。你以為聽眾是傻子？同一首歌，他們唱的和我們唱的差在哪兒？粉絲聽得出來。你這腦子，我服了。周五晚上開賣場爆滿，很多人是第一次來，手裡還刷着翻唱版的熱搜。今晚第一首，長夜未止，不插電。長夜未止，別叫醒我。我沒有用任何技巧，就是唱，像3年前在地鐵通道那樣，唱到副歌，台下有人開始跟，不是翻唱版的旋律，是原版的，我的版本。我回到後台，拿起手機，熱搜第一不是翻唱版，是我在戲原版《長夜未止》一條老街的合唱。梁景說我會後悔，可這一刻我只後悔把早麥搶回。熱搜第一的第2天晚上，顧彥洲打來電話，上一次他主動打給我是勸我回去唱殘章，再上一次是讓我轉發那份嗓子不舒服的聲明。聽熙，我離開公司了，木西徹底結束了。他說我離開公司了，不是我們，是他一個人，所以下個月我去國外學音樂製作，走之前想見你一面。放在3個月前，我會問為什麼，現在我不想問了。在哪兒見？就排練室，明天下午，行嗎？行。他找你幹什麼？告別。排練亭還是老樣子，牆皮潮了一塊，空調還是壞的，白板上的字已經模糊了，但那行誰都不能被關掉還能看清。謝謝你能來。你說吧。我親手毀了最重要的事，不是梁天，不是公司，是我。他沒有找借口，沒有說團隊決定，沒有說當時沒辦法，他說是我。你現在還會說我等他最穩了3年？不會。現在聽到了，心裡卻沒有預想中的痛快，只有一種遲來的淡淡的空。這個留給你，我不配再用它。你留着吧，不用給自己判刑。我不是判刑，是該換個活法了。聽熙，對不起。聽見了。他走了，這一次我沒有回頭。從顧彥洲離開的那天算起，整整1個月，我沒有再見他，也沒有再提起他。那1個月，我只做一件事兒，把EP錄完。設備都檢查好，今晚誰都不准掉鏈子。開賣場1週年，趙哥把整條老街都借來了，沒有門票，沒有 VIP 席，誰想聽誰就站進來。我沒有換衣服，沒有化妝，就像每週5晚上那樣走上台，握住話筒。第一首回響。EP 裡的歌一首一首唱，回響聲帶與後排練室師生的副歌，每一首台下都有人跟，不是因為我唱得多好，是因為這些歌也是他們的。最後一首新歌叫《光》，這首歌我寫了1年，從首站那天晚上開始寫，寫到今天，改了無數版，刪了無數遍，最後留下來的只有這幾句。他們關掉我的麥，卻關不掉我的聲幹，我不等光了，我就是光。以前我總等一束光，
等別人把追光打在我身上，後來我才發現我就是光。今晚收的夠交3年電費了。1周年中，我終於唱出了那首歌，不是写給任何人看的，是寫給自己的。下一次開口，我還在唱，麥開着，聲音還在，沈聽蝦，唱下去。